这天假日，小树蛙和狐狸猫相约到图书馆读书、写作业。中午的时候，小树蛙提议到他家吃午餐，狐狸猫开心地表示赞成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从图书馆走回小树蛙家，短短10分钟的路程，就让他们汗流浃背。回到家后，小树蛙提议来做一杯蜂蜜水消消暑。他从橱柜上拿出一瓶蜂蜜，递给狐狸猫，请他帮忙调蜂蜜水。结果狐狸猫调制蜂蜜水时，不小心在其中一杯倒了太多的蜂蜜。结果调制完成的2杯蜂蜜水，颜色深浅差异很大。小树蛙看到后，笑着说：“这2杯蜂蜜水的浓度还差真多呢。”这时，他突然灵光一闪，问狐狸猫还记不记得之前做过盐酸浓度与反应速率的实验。狐狸猫表示记得，同体积的盐酸浓度较高的氢离子浓度也较高，因此与碳酸钠的碰撞机会增加，会产生较多二氧化碳，使得气球膨胀速率较快。而浓度较低的盐酸、氢离子与碳酸钠的碰撞机会减少，产生较少的二氧化碳，所以气球膨胀的速率较慢。小树蛙称赞狐狸猫说得太棒了，记得真清楚。狐狸猫很疑惑，不知道为什么小树蛙要问这个问题。小树蛙说：“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浓度与化学平衡的关系啦。浓度会影响反应速率，那就会影响反应的平衡哦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有一个连通的水箱，一边是反应物，一边是生成物，当增加反应物的水量，水会从高水位的往低水位的流，也就表示反应物的水量会减少，而生成物的水量会增加，直到两边水位一样高，又达到平衡。这就跟我们之前学的可逆反应达到平衡一样，浓度变高，反应速率加快，也会有类似的现象。听到这里，狐狸猫还是不太明白，于是小树蛙便提议，我们明天一起去学校，利用铬酸钾水溶液来进行实验，观察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变化对反应平衡的影响，你就知道了。隔天，小树蛙和狐狸猫前往实验教室，准备进行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的实验，观察铬酸钾水溶液加入不同酸碱性溶液时，溶液内氢离子浓度对于颜色的影响。首先，小树蛙用滴管吸取一些硫酸，滴入装有铬酸钾水溶液的试管中。狐狸猫惊奇地发现，试管中的水溶液颜色渐渐变深，从原本的黄色变成橘红色了。小树蛙解释，铬酸钾在水中会解离出无色的钾离子，黄色的铬酸根离子，此时水溶液趋向黄色。当我们加入酸性物质后，会使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增加，由于氢离子会与铬酸根离子反应，产生橘红色的二铬酸根离子，因此水溶液的颜色才会逐渐趋向橘红色。若用化学反应式来看，当我们加入酸性物质后，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增加，破坏了原本的化学平衡，使正反应速率增加，有利于氢离子与铬酸根离子反应，生成二铬酸根离子和水。随着反应持续进行，铬酸根离子的浓度逐渐降低，二铬酸根离子浓度逐渐增加，将使正反应速率变慢，逆反应速率增加。最后，当正反应与逆反应速率相等时，即达成新的平衡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再加入氢氧化钠到水溶液中，又会产生什么变化吧？小树蛙用滴管吸取一些氢氧化钠水溶液，加入刚才实验的试管中。狐狸猫兴奋地说：“试管中的水溶液又变回黄色的了，好神奇哦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解释，由于氢氧化钠为碱性，当我们加入碱性物质后，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降低，使得逆反应速率比正反应速率快。此时，二铬酸根离子会加快与水反应，生成铬酸根离子和氢离子。随着反应持续进行，二铬酸根离子浓度逐渐降低，铬酸根离子的浓度逐渐增加，将使逆反应速率变慢，
正反应速率增加。最后，当正反应与逆反应速率相等时，即达成新的平衡。听完小树蛙的解释，狐狸猫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当反应物或生成物的浓度改变时，会改变可逆反应的平衡，造成平衡移动。移动方向会往降低浓度改变的影响前进，直到达成新的平衡。小树蛙称赞狐狸猫真是太聪明了，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呢，便提议来考考它有关浓度影响化学平衡的题目。狐狸猫非常有自信地点头答应了。狐狸猫说，答案是 C。 当水溶液呈现橘红色时，表示溶液中的2个酸根离子浓度较高，此时若加入碱性物质，会让氢离子浓度降低，进而消耗2个酸根离子，生成各酸根离子，使水溶液渐渐趋向黄色。小树蛙称赞狐狸猫说得非常好，看来狐狸猫已经完全了解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咯，并接着补充 A 选项错误，是因为化学反应式中的系数比是指消耗反应物与产生生成物的比例，并非代表化学反应结束或达平衡时最终反应物与生成物的比例。而 B 选项错误的原因是当溶液达成平衡时，正逆反应速率一样，而各酸钾与2个酸钾的浓度并不一定会相等，不然只要达到平衡，浓度都要相等的话，那颜色应该都要一样，就不会有我们前面实验结果呈现颜色不同了。狐狸猫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表示时间不早了，赶快来收拾一下吧。在他准备将水溶液倒入水槽中时，小树蛙赶紧跳出来阻止。他解释今天实验中所使用的溶液具有毒性，因此于实验完毕后，记得一定要将废弃溶液回收哦。现在我们再一起练习一下吧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。当反应的平衡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时，会使反应往降低外来因素影响的反应方向进行，直到达成新的平衡。在各酸钾水溶液实验中，当加入酸性物质时，会让氢离子浓度增加，氢离子与各酸根离子反应，产生2个酸根离子，使溶液颜色趋向橘红色。当加入碱性物质时，会让氢离子浓度降低，进而消耗2个酸根离子，生成各酸根离子，使溶液颜色趋向黄色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，想一想，在下列可逆的化学反应式中，经过刮胡内步骤操作，加入指定的水溶液后，可使反应式中标示红字之物质增加的有哪些选项？